这些标志，我相信你在买手机、买电视的时候多多少少都见过。厂商对你的规训已经足够多了，这 HDR、杜比世界，我相信你应该是不陌生了。甚至在视频平台之上，你也会看到类似的标识，而且往往是被放在最高的那一栏，需要你充最贵的会员才可以点开它，说明这是最好、最高质量的体验。那理论上，应该创作者们都迫不及待的想做这样的内容来给大家看，对吧？不对。为什么这2年你会发现自媒体博主很少有在持续做 HDR 视频，或者更新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像我们这样就退烧再也不去尝试了？这是为啥？难道我们开始摆烂，不想给你更好的体验吗？那答案就是创作者做了以后，发现我们大家又掉进了一个影视行业的天坑之中。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，为什么行业中各个厂商宣传的 HDR 只是一个美好的幻想。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，这种常规的已经陪伴了我们60、70年的这种标准的 SDR 视频，仍然会陪伴你更久、更久。HDR 代表 High Dynamic Range 高动态范围，本质上 HDR 技术说白了就是利用了现在屏幕更高的亮度和对比度，让你能在画面里面看到更加真实的色彩，更接近人眼所见的这个效果。因为人眼就能看到很亮和很暗的东西， HDR 更贴近我们的观看感受。那这种效果如果做得正确，是非常震撼的。这些亮的地方真的很亮，很有沉浸感。你屏幕有多亮， HDR 它就能做到多亮。那这里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。以前我们大家看常规的这种视频，屏幕都差不多亮，观感没有太大区别。但现在不一样，富哥他说我的屏幕有1600尼特，这么亮，我买了最新的苹果的设备。那另一位老哥说，我就拿个普通手机来看，我的手机屏幕只有600尼特，比你少了1000尼特。这两者它都标着有 HDR 的这个标识。那么请问，作为一个创作者，我在调色的时候，我是要去适应富哥的屏幕，还是咱们性价比的老哥？如果我选了这一边，那另外一边的老哥，他的屏幕因为和我调整的屏幕不一样，他看到的画面会不会很奇怪？答案是会的。这应该是各个厂家必须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。但是世界是个草台班子的概念又来了。遗憾的是，他们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，因为大家对于 HDR 的标准是不一致的。你看，这时候我们就掉进了 HDR 的最大的深坑——规则的不统一。现在主流的 HDR 标准有这几种，主要是 HDR10、HDR10+、杜比世界，还有 HDR Vivid 这几种。以前你可能都看过这些词，但不一定理解它的作用。我们可以简单来讲一讲。首先，这些标志背后对应的是不同的厂商品牌的战队和位置。从这个表格里面你可以看到，这种标准真的是群雄争霸，各占一方，谁也不让谁。我们一个个来说他们的优点。这里面 HDR10 是 HDR 平台里面最基础的标准，只要平台或者设备说我自己支持 HDR， 那就一定支持 HDR10 这个标准。它确实能比 SDR 有更亮的画面，但是它是一个粗糙的技术，就是你一段视频里面不管是暗的还是亮的场景，它都用了同一套的映射方法让你屏幕来呈现。如果遇到这种同时有亮和暗的场景，那这个规格很难平衡好画面的观感，所以看起来会有点奇怪。那杜比世界呢？这是行业里面最高贵的品牌，它有着最精细的这个元数据，视频里面每一颗镜头都会有独立的明暗信息被记录在里面，所以观看的效果会非常沉浸。支持的设备和平台也比较多，甚至早期 HDR 显示相关的研究和标准也都是杜比公司提出的。但是杜比实验室，正如你所见，是一家公司，那它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赚钱。于是你会看到，杜比会对厂家还有平台收取比较高额的一个授权费。理论上，你多生产一台设备，多一个平台用户，杜比就会多收一笔钱。那这笔钱最终会被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。那这时候就有厂家站出来说了，对吧？嗨，你们都占杜比世界，我就要自立门户，不给他交这个钱。那像三星就推出了一个对抗杜比的标准，叫做 HDR10+，也有类似的可以针对每个镜头精细调节的能力。那 HDR Vivid 呢，就是我们国家自己推出的自主的 HDR 标准，我们也不想被卡脖子。那硬件上，华为支持的比较早，内容平台上，爱奇艺、腾讯、优酷也都陆续支持了 HDR Vivid 这个标准，并且很多电影剧集也都在按照这个标准发行，将来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。但是比较遗憾的是，目前 UGC 平台，就是用户生产内容的平台，还没有支持 HDR Vivid， 所以如果是个人博主，我们暂时还用不上。所以各个规格你现在看下来，他们都有它的优缺点。那作为创作者来说，你作为一个个人博主，目前最适合我们做的规格就是 HDR10或者杜比世界。
HDR10它简单，能覆盖尽可能多的观众。那如果说你想要更好的体验，那你就选杜比世界。这乍一听这个选择非常简单和明确，我们博主都可以来做，对吧？但是以上所有的规格都存在一个当今几乎难以绕过的问题，这也是打中命脉的地方，并不是所有人的手机和屏幕都能看 HDR。事实上，这个世界上有60%到70%的观众，这是统计数据，他们是看不到 HDR 内容的，他们的设备不支持。那他们看到的画面会是什么样呢？如果你强行给他们放一个你做的更高端的内容，也许是这样，或者这样，完全没法正确观看的画面。如果你以后看到这样的画面，那现在你知道了，这就是一个 HDR 视频被放到了一个错误的屏幕上，映射出现了问题啊，这有毛病了。那平台也不会希望观众看到这样的画面，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方案：创作者上传一个 HDR 视频给平台，然后平台自己来帮你再处理出来一个视频，就是常规的 SDR 的视频，提供给看不了 HDR 的观众来看这个常规的片子。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常说的下变换。那这个下变换很容易就把你的画面变得和原始的意图变得不一样，相当于平台在帮你调色，那平台哪懂啊，对吧？即便是杜比世界这种收费的高规格，它能提供一些工具，允许你在传 HDR 视频的时候包含一些数据，教视频平台怎么把它调成一个比较能看的常规视频。但是最终的结果你会发现还是有点怪怪的，始终比不上我们自己直接调一个常规的标准的视频的颜色，对吧？那我们现在理解了这些逻辑，就回到了一个非常底层的心理上的问题。你会觉得很奇怪，最终我们不做这个是一个激励层面的问题。因为我作为一个创作者，我们做视频是给所有人看的。那根据我们的调查，即便是那些 HDR 比较成熟的平台，最终会用这个模式来看视频的人也就25%到30%，我们频道也就这样。那请问我为什么要牺牲绝大多数观众的这个观看体验，只为了更小的一撮人来提供一个精良这么一些的画面呢？对吧？这原理说不通。所以我们经常会在很多 HDR 视频下面看到大量不理解的评价。那作为创作者其实是非常无奈和难受的。我们花了更多的精力来做一个更好的画面想给你看，这是我们的本意。但是行业标准不统一，使得你的视频下面不管去迎合谁，都会有这样的声音：你的视频看起来好奇怪。这就很难受了，对吧？所以对于自媒体平台来说，你甚至会看到一个倒着走路的情况。几年以前，很多短视频平台，你有时候都会刷到 HDR 的视频，但是这几年他们都撤回了这个功能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人会想自己的用户在刷常规视频的时候，突然被一个高亮的屏幕炸到眼睛，这体验太糟糕了，这个也做不好适配。所以这是当今比较尴尬的一点，就是短视频平台根本就不想推崇这个新的规格。本身就不同意。那最近我见到最实用的 HDR 功能是像这样，你浏览网页的时候，不法商家会把你的网页变成 HDR 的，别的内容都把它变暗了，只有它的牛皮癣广告在以1000尼特的亮度刺杀你的眼睛，这是极致的 HDR， 我最近见到最离谱的一个应用，但是确实挺有效的。除此之外 ，HDR 目前能够提供最好观看体验的，说真的还是那些专业的电影剧集，在那些最成熟的视频流媒体平台之上，比如奈飞、Apple TV， 还有一些单独的直转播，比如说 F1或者 NBA 这种独立软件，你确实可以看得比较舒服，因为它有自己的播放系统，内容也是自己生产的，所以用户能够正确观看 HDR 内容的概率会高上很多。那以上讲下来，我们也就有个答案了。我们频道短期内，甚至说大部分 UP 主在短期内应该都不会经常做 HDR 的视频，除了一些特殊的节目。但是我们真的很敬佩那些还在坚持做 HDR 高亮度的博主。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背后花了多少心思，他们花了2倍以上的精力，想给你更好的体验，即便这个行业不一定顺从他们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。未来也希望各家设备、各个平台能对 HDR 有更好的兼容，我们可以尽早没有顾虑的给你带来更好的视频规格内容。迭代这已经过了60-70年了 SDR 常规视频。好了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也请务必给我们点赞、投币、3连转发，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。那么我们下次见。